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，我现在在三亚天涯区来探一家粉丝推荐的店。其实作为游客，很多人来到三亚的话都是吃海鲜。我们的这个粉丝推荐我们来本地人经常来的一家大排档，他们不是吃海鲜的地方。大家跟我去看一下怎么样？这家店就在这里。 琼海鹅加鸡鸭饭店，据说开了10几年，跟我去看一下怎么个事儿。老板，这儿点菜。哎，坐下来了才能点菜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桌子啊？它不锈钢的，是纯不锈钢的吗？啊，这凳子也是不锈钢的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三亚比较热，做这个它降温。 只要不被晒太阳，它温度很低。这个是你们招牌是吧？这个鹅可不可以点1斤1斤的点？1斤起步。啊，来1斤。文昌鸡来1斤。文昌鸡半只啊。哦，按份卖的是吧？半只吧，那就半只。这个叫什么加鸡鸭？这鸡鸭是半只的。是半只，半只有多少啊？大概1斤半左右，1斤70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四川游客一般点什么？啊？四川游客。 我不懂四川的，你问我四川，我们海南菜的。那你点个麻婆豆腐吧，海南菜。蔬菜有什么？蔬菜有四角豆、水仙、木瓜叶、空心菜、菜心。空心菜吧。好，就这些。这个是干什么的？这是料的。怎么吃啊？这个？这是打出来酱的，打出来那个碟酱的。哦。 其实我刚才问他，四川游客一般怎么点？如果他们能够分得清楚这个的话，就非常好搞了。因为他这个菜单，来，菜单给我看一下，看到没？这里一排，这里一排，加上这里一排，这里一排，他是什么菜都在做。他讲的他们海南菜，但是我看到有麻婆豆腐，我就是想点一下海南菜的麻婆豆腐是咋回事啊？你发现没有？这个菜单上面啊，没有30块以下的麻婆豆腐是最便宜的一道菜。果然景区的话还是不太一样的，给游客吃的东西注定便宜不了。去看一下老板剁这个鸡，有点像龙江猪脚饭的那种操作模式。这就是一个档口，就是大排档嘛，你看招牌都那么像。 这个应该是鸭，那个是鹅，看到没？那个鹅够大，那个鹅。好，让老板慢慢剁，我们等着吃菜。啊，上菜了，上菜了。鸭肉1斤4两。好。89块钱，鹅肉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文昌鸡。文昌鸡是吧？这个怎么吃啊？我们这个蘸鸡已经跟你调好了。 然后呢，你如果感觉不够酸，你再加个小柠檬里面。然后你不够辣呢，我们有2种辣椒，这个没那么辣，这个稍微很辣。这个是我们这个是烧鹅料，这个烧鹅料它是带甜的，你可以加辣椒，也可以不加辣椒。这2种就要加辣椒，是比较更加一层那个美味。哦，好，先吃个鹅，先吃最难吃的这个带胸的这个肉啊，先吃这一块。 空口吃一块，蘸一下这个。这烤鹅一入嘴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第一次在广东吃烧鹅，它是自己调的酱汁，把它用针啊缝在那个烧鹅的肚子里面，然后拿去烤，而且这个汁。 一吃就是还是小时候的那个配方。你看这里面有一坨颜色不太对的哈，这个应该是鹅太大了之后呢，翅膀什么遮挡住的地方没烤到的地方。但是这一块是最好吃的，要有肥的，要有瘦的，香味更浓更足一些。再尝一块，这个很下饭的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汁水好正宗啊，比我小时候更难嚼一点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鹅。 更老的问题，这个鹅80块钱1斤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到广东去吃过这个鹅了。我记得小时候是10块钱1斤，口感味道很正宗啊，这个烤鹅就是广东味的。好，下一道，尝一下文昌鸡。这个鸡呢，我在广东也吃过，重新来尝一下它这个配上这个汁的啊，这个汁我在广东没吃过。
挑块油多的啊。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想起了啊，这个中间的血，我就想起了白切鸡。白切鸡就是这样子，鸡呢放进去煮，但是温度呢不是很高，把它泡熟了，不是煮熟的。水一开，这个肉就有可能会老，然后呢鲜味会流失。这个一看就是低温出来的。据老板说，这个是文昌鸡啊，文昌鸡。文昌鸡是小时候吃那个椰子肉长大的啊。据说哈，不知道现在的这个鸡能不能吃到椰子肉，那就不知道了，因为现在椰子是供不应求的嘛，对不对？赞一下，这老板跟我调的，他说这个鸡要吃到酸。这个鸡的皮下脂肪偏厚，皮也偏厚一些，然后呢，整体来讲呢，油脂偏重，但是它好就好在它不腻，皮吃起来比较爽嫩，鸡肉比较有鸡的味道，有鸡的香味，这个我就不蘸，试一下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肉中间有点红啊。从烹饪的角度来看啊，它不是全熟的，因为要它的口感，瘦肉咬得动，不柴。然后嚼着呢，有鸡的肉香味。整体来讲，跟我小时候吃的白切鸡啊，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唯一就这个吧。广东的白切鸡有的放沙姜，有的放姜蓉，有的放葱油，有的呢放酱油，但是这个放酸的，有可能是为了解腻用的。我只是猜测啊，有没有海南本地人比较懂的，分享一下。现在我要吃这一块了啊，这一块是鸡肉最香的一块，我先把它的肛门扯下来。这个鸡的肛门还在这里，我估计有点油脂有点重，我搞点辣椒来。来，我之前还说黄的没有那么辣，他说黄的比较辣一些。我来看一下到底是海南人说的辣跟四川人的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实话实说啊，我觉得海南人是不是很能吃辣呀？尝一下黄的啊，这个小米辣就不是说不辣的哈。作为四川人来讲的话，这个就是中辣了已经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四川人的特辣，黄的是特辣，这个是中辣。我现在要挑战一下，这两个加到这里面啊，他说的，不要搞太多了。我知道它柠檬现在起到一个作用了，可以减辣了。老板把这个切开了啊，挤点这个水下去减一下辣。来海南的第一个鸡屁股啊，半个鸡屁股。虽然说加了柠檬汁，它酸又辣，但是吃进去啊，鸡屁股中间那坨肥油还是有点腻。然后我也知道了，海南人可能没有四川人能吃辣，他加了柠檬汁以后，这个都不辣了。这道菜78一份啊，一份呢，吃起来的感觉啊，除了这个料不同，就是广东的白切鸡。好，下一道，老板娘说是家鸡呀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先搞一块试一下。先搞一块带骨头的试一下。这个家鸡鸭啊，其实我感觉就像是卤出来的，只不过这个是白卤，放了一些香料，然后呢味道很淡，很清淡，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太大的特色。再蘸一个试一下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个是说是从马来西亚引进过来的。这盘84啊，分量可能是给够了的。如果你们来的人比较多的话呢，多点一份可以试一下。但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特色，就是一个白味。蘸的这个也是差不多。好，下一道就是30块的麻婆豆腐了啊，我感觉像是素的呀。我看一下，芡勾的还是可以啊。这个豆腐是素的。不辣。你这个是内酯豆腐是不是？啊，自己做的酱料烧的。
也不麻呀，麻辣的，没有麻呀。麻辣。啊，刚才叫我跟你加辣。没事，因为我们是四川来的。这道麻婆豆腐哈是素的，然后他说的是用他们自己弄的酱料，但是我一吃这个就是豆瓣酱的味道，证据在这里啊，这是豆瓣酱，豆瓣儿。啊，就是豆瓣嘛。这道菜呢是素的，没有肉，不麻不辣，然后呢比较寡，它换个名字吧，豆瓣酱烧豆腐，烧内酯豆腐，而且是比较贴切，不能叫麻婆豆腐。30块钱啊，而且再说一句，豆腐没烧透，只勾了个芡。来，空心菜，这个多少钱来着？青菜类28。那我刚才说错了，那整个菜单上面最便宜的就是青菜了，28。这个藤藤菜一吃就不是四川的品种，因为它粗啊，在水里面种出来的。以前我刚来广东读书的时候啊，我们同学嘛，他本地人，我说你们这里的空心菜怎么那么大根？他说他们的空心菜从那个鱼塘里面割下来是搞过去喂猪的，根本就不吃，只有几个地方会用，一个是饭堂，一个是1块5的快餐店会用空心菜，比较高端的是一根一根的菜心。这个藤藤菜呢，没有放腐乳吧？好像我再吃一个，放了腐乳，然后就是很典型的粤菜炒法，就比较清淡，比较下饭，28一份，属实不便宜。整体吃下来呢，除了鸭之外，鹅有特色，文昌鸡有它的特点，都挺不错的。味道我感觉就是粤菜，他们说这是海南自己的菜，海南菜，我觉得跟粤菜有区别吗？有区别的话就是这个。还有一点就是你比广东人更能吃辣一点，仅此而已。好，吃饭。现在我们饭已经吃完了啊，我和我的伙伴们一致认为哈，吃完了之后的感受，这个文昌鸡吃是好吃啊，就是吃完了之后有点腻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鹅啊，它的鹅的酱汁真的是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，但是它这个鹅过于老，你看我们有一块留着没吃，看一下骨头里面都空了。看这个架势的话，起码都是最少有1、2年、2、3年的这个鹅了，牙口不好的咬不动，这个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它的味道确实很不错，然后整体来讲的话，分量还有一个分量非常足啊，3斤多的东西我们只吃了一半，剩下的等一下打包。好，跟我去买单，看一下多少钱。330。我们家的口味你们吃的习惯吗？鹅偏老一些，有点咬不动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跟你介绍一下啊，我们的鹅最少要养8个月到1年才能出笼的卖。这个鸡会不会外地人吃的会不会感觉有一些腻？外地的个别像我们这样的，我们就要是肥一点。太瘦的话我们就不吃了。这个鸡跟广东菜的白切鸡有什么做法是差不多？广东的差不多，我们的骨头是软的，广东的骨头是硬的。它那个是散养的，我们散养过一段时间，然后我们还要拿到笼里面圈养2个月，最少要2个月才能出笼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们海南人挺能吃辣的是吧？我们海南吃辣，如果像说他们有一些四川的，他能说吃辣，但是他那个是麻。我们海南人吃辣，就算我们跟他比，他不一定能吃过我们海南人。你觉得那个黄色的辣椒是辣还是？辣，我们那个。你们觉得是特辣还是中辣？特辣。算特辣了。特辣，你要在树上直接拿下来剁的，真的你没法下口，那个是真的辣。对，好，好，谢谢老板娘，好，再见。现在我们吃完饭了，也买完单了，本来是就结尾了，但是我还是再想说2句。海南这边我没想到他这么能吃辣，居然跟自贡人持平。以后来海南旅游的四川同胞不要过来冒皮皮，这边吃的比自贡之外的都辣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我们今天点的菜稍微多一些，我们几乎有1/3多一点没有吃完。其实呢少点一些，我们今天买单330，人均110，再少点一点菜。大概人均在80块钱左右就可以吃得比较好。然后第3个就是作为旅游区的景点啊，本地人都愿意去吃的，它的分量一定不会少。但是一些纯的给游客吃的那个分量就真的是非常少。然后这一盘端上来，我感觉可以放到景区卖10份了，
最后这家店在景区里面，它的分量、它的价格都比较有性价比，对于外来的游客来讲都非常的友好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